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hi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8月12号周五晚上的7点45分。今天的市场尽管交投略显清淡，成交量下滑，但不妨碍市场普涨。今天的标普有469只个股上行，可能是之前跌得太多太狠了，好像大家都舍不得丢掉筹码似的。今天的全天没有看到任何的抛压，我的正股持仓也是全部上涨。三大指数的周线再次收涨，标普和纳指已经是连续上涨了4周，道指在过去的4周里边也有3周收涨，罗素表现也非常的不错，也是4周连涨。今天我会简单的说一下基本面的数据，包括还有中概股退市的事儿，然后会重点的讲解大盘目前的情况，关键位置在哪里，以及在咱们的节目里边首次公开告诉大家我要做空指数的位置。好，咱们首先来看一下基本面的数据。今天的8月密歇根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它这个表现不错，是增强市场信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之前的通胀降温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指数也是出现了反弹。数据显示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升到了 55.1， 超出上个月的 51.5， 那么这个超的百分比呢大概是 7% 左右，也是高于普遍预期的 52.5 的。整个的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的这个上升看上去还不错，对不对？但如果我们回看到去年同比的时候，其实现在还不是那么的好。这个 55.1 与去年同期相比是下降了 21%， 去年同期是 70.3%。 那么消费者现在预计在未来的1年里边，通胀将以 5% 的速度攀升，低于7月份的 5.2% 的预期。这个是自今年2月份以来的最低数值，但仍高于1年前的 4.6%。 那么在未来5到10年，消费者预计通胀会达到 3%， 与过去1年的 2.9% 到 3.1% 的范围一致。这个就是今天比较重要的一个基本面的数据。然后说完这个呢，今天还有一个消息，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和大家过一下的今天呢，你看我这里展示了一只股票是中石油，这是一只中概股，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突然间要说中概股因为咱们的节目一直以来我都是希望把各种各样的基本面，包括有可能潜在的风险和机会，提前尽量提前以我的角度，然后我看到的东西分享给大家。所以呢，今天既然有这么大的一个非常大的消息出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和大家再次提醒一下。虽然最近很少在说中概股但我觉得现在还是要再次提醒，因为有些事情持有中概股的朋友，你们应该要提上日程了。在今天一共有5家中国的央企，包括中石化、中石油、中国人寿、中国铝业，还有中石化上海表示他们将自愿从美国证券交易所退市。至于这个退市的理由，咱们呢随便拿出一份这个是中石油的一份退市公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里边明显的写着申请自愿将美国存托股份从纽交所退市。它下面呢有更详细的会写到考虑的一些因素他说考虑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因素。目前存托股占公司 H 股及总数的这个比重很小，交易量与公司 H 股全球交易量相比比较低，同时由于不同上市地监管规则的差异，导致继续持存托股在纽交所上市的披露义务需要公司付出较大的行政负担，以及公司从未使用纽交所2次融资功能，且联交所和上交所具有较强的可替代性，可以满足公司正常的经营等融资的需求。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的利益，经过综合的评估，公司董事会批准存托股从纽交所退市，并根据后续实际情况，在公司满足证券交易相关规定的前提下，申请注销该存托股和对应 H 股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注册。所以呢，理由他也告诉你了，然后公告呢，其实看那几份也都差不多。想说这个的原因呢，是因为目前
央企已经从这个美国自愿退市，其实啊，央企一旦带了头，那么其他的一些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们其实也不好硬扛着。我预计后面会有越来越多的中概股的民企选择自愿退市，因为避免最后啊，因为这个监管法规的不同被强制退市，到时候引发更多的混乱就不太好了啊。所以呢，对于依旧看好中概股的朋友，那么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你早点做选择。如果你能转去港股的，就去做港股；你愿意转去做大 A 的，就去做大 A。毕竟你看好的是股票的前景啊，其实在哪交易，它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如果呢，你说啊，我现在呢也不看好某只股票的前景了，我也不想做了，那么你就早一点做出安排，是不是现在需要去调仓换股了，免得最后突然间再发个通知给你啊，说我们这个马上就要退市了，到时候股价再有一些大幅的波动，给你带来额外的风险。毕竟呢，我知道很多朋友投资很多的中概股，包括很多电动车的股票，都是以长持为主，都是看好他们的未来发展的啊。所以我这里再次提醒一次，因为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希望大家呢能够早点做出安排。好，讲了这个之后呢，今天重点啊，我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整个的这个市场的指数的位置问题啊。好，其实我们看标普吧，标普在这里，在7月19号从这个突破了趋势线以来，现在截止到今天涨到4280点，已经完成了我在当天的节目中提到的 8% 的目标涨幅，而且今天甚至突破了4254的技术面的压力，这个表现绝对是无可挑剔的。不过现在呢，大家对于标普牛熊市场牛熊的涨跌的判断还存在很大的一个争议。现在呢，我们如果说标普要去结束下行的这个趋势啊，整个的这个下行趋势，去完成技术性的牛市反转，重新回到一个上行的趋势，那么至少还有2个关口是一定要去过去的。第一个就是4330附近的200均的位置。为什么要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200均，它就是过去的200个交易日的平均的买入成本。在这个周期之内，市价位于200均的下方，大多数的人是浮亏的；市价位于200均的上方，那么大多数的人是浮盈的。当然，我这里只是一个简单粗暴的讲法，具体到细节还得根据你中间有没有操作来计算啊，并不是这么的简单。我这么讲只是为了便于大家去理解200均的一个意义。这是第一个位置。那么第二个位置就是4400点附近。为什么要看这个地方？4400点是标普从这个低点3636往上反弹 20%， 可以定义为技术性牛市的地方。其实呢，可能还不到4400吧，4000这个380多一点，但我们把它取一个整数关口，大家比较方便记住啊。所以呢，我们把它看成4400，这是第一个位置。那么第二个位置就是标普从上方的这一轮高点4818下跌一直下跌到3636，在这个大的下跌结构里边，需要它反弹向上，最终完成结构极限突破的地方，就是在4400点附近。所以这2个位置都是属于趋势性或者叫做技术性趋势性的关键位置，而且它们是重叠的。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一旦这个地方4400点形成了突破，并且有效的股价维持在上方一段时间，那么算法交易的技术面就会被触发，就会出现新的技术面的交易逻辑。我们这里是把技术面单独拿出来讲，因为基本面我们最近讲了很多了，是什么情况，今天我就不再重复了。那么一旦形成了这个新的技术面这种交易逻辑，那么市场就会由反弹，然后下跌，然后继续寻底这么一个预期，转变为往上走，
回踩做多看新高的预期啊，这个就是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好，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觉得我还是给大家简单画一下吧，你可能理解得更清楚啊。比如现在我们从这里往上反弹，到了上方我画的这根虚线的位置啊，这个实线这个粗线的位置，然后大家看到如果过不去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这种受压制，然后再去寻底，然后在某一个地方去找止跌，然后再次上去尝试去突破它啊，这么一个走势。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底呢是在逐步的走低的，它的低点会越来越低，直到止跌为止。所以呢，能不能突破它是一个关键，不突破之前，那么下方就是受到一个压制的状态。那么如果我们反过来说，一旦突破了会发生什么呢？如果一旦突破了，情况就不一样了。突破之后，市场会变成这么一种形式，它会回踩，会不会有下跌呢？当然会有了，会有回踩啊，不可能说永远维持在上方，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回踩，然后上行，然后继续回踩上行，回踩上行，它就会变成它的低点逐渐抬高，高点逐渐抬高的过程。所以趋势上就变成了一个上行趋势，而之前呢还是这么一种下行趋势，也就是现在没有结束的这个趋势。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地方如此的关键哈？所以呢，我这么一讲，相信大家就能理解到了。OK， 那这个地方确实是现在市场中一个大的趋势性的转折的关键结构。那么所以啊，从我个人的预计来看啊，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呢，市场的整个的交战的状况应该会比较的激烈啊。我也准备是要加入这个战团，毕竟这个地方啊，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位置。无论你是从技术面刚才讲过的，还是在最近我们一直分析的基本面，市场可不可以持续走牛这一点来讲，我认为呢，可能性不是很大啊。所以这个地方都是值得进去一试的。所以呢，我当指数来到200均到上方4400点这个位置的时候，我的投机性的期权仓位就会进场，方向是做空指数。那么如果大家要看 SPY 啊，如果 SPY 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呢？ SPY 就是在429到448这个位置，这是我预计会开空啊，这个开这个空头头寸的这个位置，好吧？平常呢，其实我不太这个讲我的期权，包括和做空啊。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咱们节目已经做了好几年了，好像我只讲过一次，就是我做空当时跟谁学那家公司的一个简单的情况啊，当时也并没有详细的去说。至于为什么不想去做空，其中有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做空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有很多的这个新手朋友啊，其实没有办法理解当中的一个逻辑，也不太懂怎么去控制风险。所以今天我之所以这个讲，主要是因为这个位置太关键了。我想告诉大家，无论你看多还是看空，这个地方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要去做空的这个位置，是想引起大家的一个重视啊。好，既然我都说了这个做空的事情了，但是呢，我还是要把这个话要说完整啊，因为避免有朋友呢这个断章取义啊，最后呢这个互相搞得不太开心。我这里呢说清楚4点啊，有4个要点，免得要是有人跟着做了跑过来扯皮啊。第一，我用这个期权做空，它是一个短线的投机，期权的投机是我操作系统的一部分，而且每次我的仓位都不大，我同时运转的总的期权的投机仓位不会超过总仓位的 15%， 而且是我平时一直都在做的，并不是什么突发奇想到了这儿我现在马上就做个空啊。第二，我用的呢是有限的风险，也并不是到了这个位置随便买个 put 就完事儿了，最少你要用一个 spread 去降低一下成本吧。如果做错啊，一定是会亏损的，而且是我能够接受的亏损。做这个空并不意味着我会100%的盈利，这是做期权投机很正常的一个操作思路，因为投机它不是必胜的。第三，短线的投机做空并不代表着我看熊市持续下跌，它并不妨碍我的正股做多。在没有突破4400点之前，我依旧看一个宽幅震荡，如果有回调，优质股票继续以低位买入做多为主。
第四，我非常反对散户做空，因为美股是熊短牛长，老老实实等着机会，你就跟着市场长线做多就好了啊。我还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反对散户呢用类似像 SQQQ 这种杠杆去做空，因为如果你没有保护和止损，你的风险是无限大的，你是在赌博啊，所以劝你早点收手，戒掉这个赌博的习惯。那么在做一个产品之前，一定要完全理解它带给你的风险。最后呢，还是得说啊，尽管话不好听，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说。最后呢，就是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自己的账户自己一定要负责任，不要随便跟随任何人操作，包括我的操作在内。我分享操作，平常展示给大家看，只是为了把思路要展示得更加清楚，并不是让大家去跟单的啊。因为你跟，其实你点位也不一样，你跟也跟不上。如果你说你一定要跟 OK， 那你要记住，下单的按钮是你按下的，它并不是我按下的啊，你不能亏钱了，最后呢让我跟着吃瓜唠，对吧？所以呢，希望大家只做自己力所能及范围的事儿。好，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到了周末了，我觉得还是要去预告一下咱们周末的会员节目。本期的这个财报讲解呢，是 Q2 财季的最后一期的财报的数据分析。从下个星期开始呢，就会会员节目带来别的一些主题内容了。另外呢，本期的这个股票数量比较少，但是我会对于整个 Q2 的目前的业绩的状况，我们展示过的数据，我会去做一个总结啊，让你对目前的整个 Q2 的情况以及后面的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好，然后到了周日的时候会去更新 Rhino 答疑级别的这个社区帖子，发在社区下，找到带有 QA 标志的，如果你加入这个级别之后呢，就能看到这个帖子。有任何问题，每天都欢迎在咱们的这个社区帖子里进行提问。好，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周末好好的休息，咱们迎接下个星期的这个大决战。那咱们今天到这儿，下周同一时间再见。